What I'd like to see Canada become our 51st state. 特朗普日思夜想的第51州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度？来加拿大之前，你可能和我一样，听说这里气候寒冷，到处是农村，医疗效率低，还有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人。但旅行的意义，或许就是拨开那些偏见的迷雾，去了解真实的彼岸。随着中加关系和这个冬天一起回暖，加上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举办，来自东方的你可能很快就有机会亲身到访这片大陆。除了世界杯举办城市我们最熟悉的多伦多和温哥华之外，加拿大西部还有一座城市，或许才能让你了解到真实的加拿大。卡尔加里坐拥世界级自然奇景班夫国家公园，拥有独特的风土人情。就在这里，我度过了一段流连忘返的时光，也从疑惑和惶恐中慢慢找到了一些意义和方向。在卡加的这段时间，我们选择住在市中心。作为加拿大能源重镇阿尔伯塔省的最大城市，这里汇聚了北美乃至全球的大型能源公司，以及围绕能源产业发展的金融和服务业。在 downtown 漫步，钢筋丛林之间，大幅涂鸦壁画随处可见，像是这座石油城市里跳动的另一种脉搏。市区南侧的第17街是涂鸦的集聚地，大量网红餐厅、酒吧和咖啡馆在这里扎堆，大概是整个卡加最有活力的文化和潮流地标。但我个人的感受是，卡加整体并没有太强的商业气息，除了国庆节、牛仔节这样的大型节日，日常很难看到摩肩接踵的热闹。商业布局分散，生活设施亲民，这大概就是北美中型城市该有的节奏吧。值得一提的是医疗体验，在卡加的感受比预期好得多。这或许也是越来越多人选择从多伦多和温哥华搬到这里的原因之一。在进入班夫之前，我们想先在卡加市区里找找感觉。说实话，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值得打卡的景点，偶尔也会有意外的停留，但真正的惊喜还在后面。终于到了这次的重头戏——班夫。其实加拿大的自然风光在东大你基本也能看到类似的，区别在于这里你只需要走出家门，开车最多1-2个小时，有时候甚至只要几分钟，就能走入世界级的人间仙境，不用辗转千里去看人山人海。
所以这次我们选在5月错峰出游，虽然会错过一些尚未解冻的景点，但能够独享这触手可及的美景，才是远赴山海真正的意义。我们安排了4天3晚的轻松行程，适合不想暴走的休闲人士。第一天从卡加出发，先来到海拔最低的双杰克湖和整个班夫最大的明尼万卡湖。这个时间点，湖面已经完全解冻。热爱户外的加拿大人和加拿大鹅都按耐不住，陆续开始行动了。整个落基山脉旅行最大的痛点是各个景区距离较远，如果不是自驾，旅游大巴和景区班车会让你的行程自由度大打折扣。而且很多地方并不适合走马观花，只是打卡拍照就走。比如这里硫磺山，如果只坐缆车上山顶看看风景，不去走走山上的栈道，或许很难真正感受到班夫和落基山脉的魅力。第2天来到班夫最知名的路易斯湖。很遗憾，5月的路易斯湖还未完全解冻。我们本想沿湖慢走，感受这个季节特有的景致，却突然遭遇大雪，只好放弃原计划，等天气稍微缓和之后，转战附近的强斯顿峡谷。第3天进入加拿大 BC 省的优鹤国家公园，翻越落基山脉来到西坡，这里海拔更低，森林更密，空气里的氧气感觉都浓了几分。我们驱车来到这里必去的翡翠湖，一开始始终找不到合适的观赏角度，直到遵循那个原则，先探索，先 hiking，穿过几片小树林，才终于发现一些惊喜和门道。回程路上，我们还路过了某部美剧的取景地。行程最后1天，先来到佩托湖。5月的湖面尚未完全解冻，显然不是最佳时机。但当你把视线从湖面抬向4周的群山，又是另一番韵味。最后，我们来到了班夫北侧 Jasper 国家公园最南端的哥伦比亚冰原，坐上这里特有的冰原车，近距离面对这片普通人最容易到达的大型冰川。So they needed vehicles with larger capacity. So Brewster worked foremost, and foremost built this bus on a tank tread. This bus, the staff lovingly called the Shake and Bake. This is a good name for the bus because the windows didn't open and it had no suspension. So hence the name. It got pretty bumpy and they got hot inside. So the name Shake and Bake, pretty good name. 偏偏这时候又开始下雪了，可见范围大幅受限，只能感受一下人类在大自然绝境中那种彻底的渺小。而真正的惊喜出现在往返途中。漫天大雪里，2个加拿大人正在不停地向前攀登。我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但这个画面让我对这片冰雪国度里的人们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敬佩。踏过这片雪地，下一个视频，我们一起去寻找这里的人。
无论他们来自何方。